来看第三个厕所，这就猪肝红厕所，对不对？很难看啊，就是难看啊，架不住以前老人家就觉得喜欢嘛，然后跟以前古早的中古大概都长这样，一样。那我们来看看，经过 AI 来爆改以后，可以变成什么样子？改成这样，我会说这个当然有一点问题但是大致上长这样子已经没什么差了。你看到它马桶方向改了，这主要是要看说那粪管好不好处理，不然你让它马桶维持原样也没差啊，对不对？你只要改成这样白色的砖，然后木纹的瓷砖然后让通体看起来白色就很漂亮了。好，那你也知道我接下来要干嘛一样带你走进这间厕所。你走进这间厕所，这女生都可以了吧？这没什么问题了吧？这干干净净的浴室啊，大家都可以就这样很漂亮了。你这个叫女生洗澡没问题，至少比之前的那个猪肝红看起来好太多了。装潢该怎么弄？3大电竞房装潢秘籍 ：RGB 灯光加升降桌加隔音强化，打造男生的梦想空间。先说结论男生对装潢是很随便的，你只要给他厉害的电竞房其他的地方他都会说好你想要怎样都可以你只要给他电竞房什么都 OK 什么都好谈。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淡江大桥终于要开通了，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男生喜欢的装潢那这次我们继续来聊装潢，一样我也是问那个汉一陈老板骗我又看到他的广告，那没想到男生的装潢比女生更难搞，因为男生好像都可以就没差这样了那没差到女生会生气那他说就这个跟准备婚礼很像如果一对男女朋友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就会开始各种讨论嘛，对不对？要订什么样风格的婚礼要穿什么样的礼服，要放什么音乐，去哪边度蜜月，怎样又怎样的。然后通常怎样？通常就是女生会做一大堆功课就会一直看小红书啊，看 IG 啊，规划这样。然后你就看那个男的好像瘫痪一样，整天躺在那边。你问他什么都好，你决定就好。讲到那个女生都会生气那不是我在黑男生你自己看迪卡上的贴文也都这样。这种类型的讨论实在太多了，所以变成说你问男生装潢的意见，他也不知道那就叫你去问他老婆问他女生想要怎样大概就怎样但是男生会对一个地方非常的有意见，就是他的电竞房，如果有的话每个男生心里都有一个梦想中的电竞房，你信不信那这个等级就差不多跟女生心目中的那个衣帽间一样，所以我们这次重点会放在怎么打造一间男生梦想中的电竞房电竞房的基本要素那基本上你只要掌握了4大要素，你的电竞房看起来就会非常像样的。第一要素灯光借用一下 IKEA 这张图就是你到处都要有灯带，然后把你的座位区搞到到处都有这个 RGB 的灯带会发光，会闪来闪去，这样就对了。那你说弄那么多灯到底要干嘛我跟你讲没干嘛，就很帅，那帅就完事了男生就是这样。然后灯光通常会放在哪边？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地方：第一，电脑桌的后方第二，显示器的背面；第三，展示柜的边缘第四，墙壁。然后可以的话再搞一个霓虹灯灯牌就像这样，整个房间看起来就很那种赛博朋克的感觉。第二个要素，电竞椅跟电竞桌电竞椅我就不推荐了，因为每个人的体型都不一样，然后喜欢的战队也不一样，代言的也不一样，就自己去看自己喜欢的就对了那男生自己都有心目中的电竞椅啦通常就很酷然后价格的话，反正男生在买这种东西就是他喜欢，就跟女生买 LV 包包一样。那比较要注意的是桌子那桌面的高度是有公式的桌面高度等于身高乘 0.25减掉1，再加身高乘以 0.183 减掉1。总之就是说你是170公分的话，算出来会是 71.6 公分，所以你的桌面高度就落在70到71公分就好。好，这时候你就遇到个问题，就是市面上的桌子大多数都落在72到75公分之间那如果你是170公分的话，对你来说会有一点点高，就是说你手放上去会有点高，打电动打久了会酸，所以陈老板很建议说就直接上升降桌就好了，然后直接按照你的高度来做微调那打久了甚至还可以站起来打那这个就是相当舒服了。
这样子你坐也坐舒服哦，那你站起来打也可以缓解那个腰部的不适哦，这样子的电竞房才是最舒服的。那你打个 LOL 都能打上王者这样。第三个要素，强大的隔音效果。你都做电竞房了哦，当然就是怎样，那声音要给它开到最大啊哦。那什么戴耳机看 A 片哦，没有这种事情啊哦，就直接喇叭就要给它放出来了哦，这样才爽。但是为了避免打扰到邻居哦，或警察找上门哦，说什么扰民妨碍风俗哦，所以这个隔音一定要好好设计。首先要处理的就是门跟窗。一般我们的门哦都很普通啊，都是空心的那个木头门啊，所以啊哦，那你敲起来它就有扣扣扣的声音嘛，那就换成实心门哦，然后三边装上高度气密条，门底再加上自动落地挡条，来确保声音不会漏出去。再来是窗户，窗户就比较简单了哦，就是气密窗。再来是地板，地板你就铺这种很厚的电竞地毯哦，也很帅。一样，这只是参考哦，不是推荐。啊，这种地毯的好处是什么？就你的电竞椅在那边滑动啊，或是你很激动跺脚啊，就不会有什么声音传到楼下。你要再加码的话哦，就是像这样，把吸音棉铺满整个电竞房，之后你 A 片要开多大声你就开多大声哦。你要环绕音效看 A 片，这个都可以，身临其境。这个隔音棉哦，我以前有用过啊。先说结论，就是你既然你都要用隔音棉，你就买好一点的哦，你不要那么又虾皮又看便宜或者是什么。不然很臭哦，就是那个化学的东西很臭，然后跟它对起来对不整齐，你看起来都一样哦，但是它对就对不准，对不整齐这样哦，所以说隔音棉哦，你要买你就买好一点的。那现在也有啊，坊间也有做的很漂亮，然后隔音砖哦，砖头的砖，但它六角形或什么的铺起来是蛮漂亮的。好，那我们来讲第四个要素，收藏柜哦，这个收藏柜就是在摆放男生的各种战利品。挑的话没什么诀窍，能多宽就多宽。也有人是要那个球鞋的收藏柜哦。那现在的话就是公仔比较多哦，只是你如果做了一个高度超过2公尺的收藏柜的话，要另外多一个墙面固定的手续你就要把它上墙哦，钉住，不然怕地震的时候会往下倒哦之类有没的。那再来就是柜内可以加装灯条，尽量从上面打光下来哦，这样光会比较均匀，也不会有阴影。然后色温的话，通常用3500到4000K， 就黄黄的哦，并且让湿度控制一下哦，45到55之间，相当完美。最后你要知道其他空间该怎么装潢哦。那我们还是讲一下其他空间的装潢哦。这个是听陈老板讲的哦，是真的没有什么挑。反正很多客人都跟他说啊，这个反正你专业哦，你决定就好啊，不然就是听我老婆的。你看又来了，都是这样，男生都没有什么主见哦。那比较常被提出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吧台哦。那这样子，男生带妹回家，我说单身的哈，带妹回家的时候很炫炮哦。那个狐群狗友一起来，还可以有地方喝酒。那这个吧台的高度大概就抓105到110公分，然后搭配个75公分高的这个高脚椅，纯喝酒的话就相当够用了哦。那台面宽度哦，只要抓40到50公分就够，除非又要在上面煮火锅、煮料理，才需要做好、做满、做大这样。那比较有预算，加上水槽，看桌面要用什么材质啊，这个都可以哦，喜欢就好，没有什么限制。男生的装潢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甚至很多男生是就买来就那个房子哦，中古屋买来，有前屋主装潢长怎样，那他就继续继承下来了哦，他就继续住哦，他也觉得没差。那你说，可是这个板材都开裂，可是那个油漆就开始剥落了，然后他看一看之后，抬头看了一眼，没差哦，就这样就继续住。除非真的有漏水有壁癌，他才会愿意真的跑下去处理。男生真的没差哦，所以你做装潢哦，要赚钱，要赚女生的钱哦，就是女生的想法跟看法意见会很多。你那个男生哦，就是全部都给他一个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你看起来要家徒四壁风哦，只是有个电竞房这样，他就跟你说哦，好完美。好了，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了男生会喜欢的装潢哦，那我去请教汉一陈老板的答案就是男生都没差，只要有得住就好。真的男生会在意哦，也不是厨房，也不是卫浴，就是那个电竞房啊。我也拆解了打造电竞房的4大要素，你要看哦，就是连 IKEA 它都有电竞商品专区，这就证明了电竞的市场是真的很大哦。那电竞房的4大要素，第一，帅气的 RGB 灯，好，第二，量身定做的电竞椅跟升降桌，第三，彻底的隔音设施，第四，帅气又实用的收藏柜哦。只要你这4个都有做到哦，那来你家参观的男生哦，都会非常眼红。那你想说，我靠，你是他老婆，你怎么会让他用这个？我靠，
哦，这才是真爱哦，这对你一定是大大的加分哦，就是这样，会非常的严哦，不然一般那个一对夫妻，男生哪有自己的电竞房这种东西哦，一被看又要被念了，不务正业，不努力赚钱，那么打电动哦。那最后我们也讲了，在其他区域的装潢哦，可能男生会重视的是什么？以陈老板的经验就是，男生喜欢用一个小吧台区哦，那其他空间哦就是有做就好。所以如果你跟你的男朋友要买房子，那你知道要怎么处理了哈。如果预算许可的话，有一个空间许可的话，你给他一间电竞房，让他自己搞。很多都这样嘛，先买3房，虽然小孩都还没出生，哦，就是预留以后的空间。那一间就先搞一个电竞房，哦，让男生自己去决定。那其他我跟你说，其他他完全不干涉都没有关系。你要全屋漆成粉红色，他都没差哦，只要有他的电竞房就好了。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电竞房这里面哪种东西绝对不能少呢 ？A. RGB 的灯光 ，B. 厉害的电竞仪 ，C. 3大主机通通都要有。对哦，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哦，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哦，真的哦，我没胡乱哦，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哦，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哦。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呐。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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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呐。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一样再来带你看中古屋改好之后会变怎么样。一样我做这个系列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是希望说你以后看到一些废墟中古屋看起来脏脏又乱乱的你不用怕，女生都不能接受那就只能靠你这个男生了。那男生我们当兵都当过所以这个看起来都还好，至少还是适合人类居住的状态嘛所以我们看起来都还好。来，一样这个是我在网络上591自己乱找的，有没有？这很标准嘛很古早很古板的这个中古屋就长这样。就这样，你一踏进去你就觉得说这个相当之老气，那你说它的功能使用有什么问题？其实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改完以后可以变成这样，我跟你讲我们在改真的很像超级像可以改成这样没什么问题然后这次我还做了一点变化，我给你看看，我让你身临其境。改完的那个客厅长这样嘛，对不对我让你走进去看看，对不对？请问这种客厅是有谁不可以？女生都可以了，好不好虽然叫 AI 改，所以它大部分的东西没有动，还是那个黑色沙发，你就改嘛，改成看你自己喜欢的款式嘛。你改成这样谁不可以？来，我们一样看第二个就是装潢前，这也是老房子的房间，你看那个木座做到顶然后呢做了一层吊柜，说要增加收纳。你那个收纳，你要不要就是看多久没在用了，放进去好几年不会拿出来，老人家就喜欢嘛。好，来，经过这个 AI 的爆改以后，可以爆改成什么样子？
可以帮人这样子。以这个样子来说，应该大家都可以了嘛。那个吊柜还是保留就算了。我只是要说，你做简单的基础工程，天地壁窗灯这样弄一弄，再加简单的软装，就会很漂亮。一样带你来看身临其境的感觉。这里面虽然那台吊柜很奇怪可是以这样子的布局来说，谁不可以？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啊。如果你叫女生在里面住，她也不会害怕啦，对不对？人家 AI 真的很厉害你给她一个图片，然后她自己去算那个景深她就让带你走进去。来看第三个厕所，这就猪肝红厕所，对不对？很难看啊，就是难看啊，架不住以前老人家就觉得喜欢嘛，然后跟以前古早的中古大概都长这样一样。那我们来看看，经过 AI 来爆改以后，可以变成什么样子？改成这样，我会说这个当然有一点问题但是大致上长这样子已经没什么差了。你看到它马桶方向改了这主要是要看说那粪管好不好处理，不然你让它马桶维持原样也没差对不对？你只要改成这样白色的砖，然后木纹的瓷砖然后让通体看起来白色就很漂亮了。好，那你也知道我接下来要干嘛一样带你走进这间厕所。你走进这间厕所，这女生都可以了吧？这没什么问题了吧？这干干净净的浴室啊，大家都可以就这样很漂亮了。你这个叫女生洗澡没问题，至少比之前的那个猪肝红看起来还好太多了。来我们再来看厨房厨房也是一个这一看又是有年代的厨房来让你改，你要怎么改？毫无头绪，对不对？你先请 AI 帮你改，改完之后可以变成这样这样子的厨房是不是就相当之漂亮了？那一样带你走进这间厨房，感受一下。这个厨房谁不可以？对不对？大家都可以啊，觉得说哇文青好漂亮就 IKEA 风格一样。我们看完以后，我们再来看卧室长这样这个化妆桌，那个化妆桌你不能小看它你觉得它很定得，你觉得它很丑，可是它很可能是当初的嫁妆都这样这个反正就是一个中古的卧室。我们男生看房子像我经过训练，我知道改完以后什么样子。那你没经过训练我真的是建议你站在现场怎么样？你拍一张照，请 AI 帮你改，改完之后你看你能不能接受？改成这样，我跟你说做得到，而且没什么问题，而且会很像我们只是光源没办法打得像 AI 那么均匀那么漂亮，像商品照一样，但其实都会非常的像的。好，一样带你走进这间卧室，这谁不可以啊？对不对？你在外面住一些什么什么旅馆，可能品质还没有这个好嘞，这女生都可以，一点恐怖的感觉都没有了就变成很温馨，然后原木风这样，这谁不可以？我们改完是真的可以改成这样。然后再来看这个餐桌，那这个就是一大家子人，你自己看，光我们看到就已经有7张餐椅了那个大圆桌，大家坐得下，然后贴一个符那在那个石头上，老房子啊就长这样一样。来请 AI 改一改，看能变怎样，这样会比较漂亮，漂亮很多，对不对？那看起来就有那虽然都没什么东西，都是原色的木头色，然后白墙，可是看起来就有那种高级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IKEA 的设计师真的很厉害，一样走进这间餐厅，谁不可以啊？就不会有人在嫌说什么看起来很恐怖、很恶心、很古早啦。好，那今天我一样带你看完了 before after 以后真的是你看到那些，反正一打开你老婆就说我们去看下一间因为她觉得很乱、很脏、很恶心没有差，真的没有差，我们都有办法动手把它改成这个样子。现在有 AI 所以不需要等到设计师出图，你可以先看个大概，参考看看那我这次也做了一个进化嘛，我让那个照片动起来，带你身临其境去看改完以后长什么样子。请问改完那个风格有人不行吗？对不对？只剩心理变态的人不行而已啊。那大家都可接受的情况之下，改这个其实真的花不了多少钱。那你试试看，下次去看房子，看到一间屋况不佳的，现场拍照 AI 直接改，相信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另一面的样子这才有挖宝的感觉嘛。人家都弄得漂漂亮亮的来给你，那你还想杀什么价？我们就是要找这种改造空间巨大的房子，又可以杀个价买便宜，然后自己动手把它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才有那个快感嘛。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
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再加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